电钻一响，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是安卓工小米。今天呢，给我自己家装了点东西，然后把我的工具全部带上来了。刚好今天就是把我的工具包换一下，这个工具包现在破的不行了。然后就是很多粉丝私信我，就是好多师傅都想看一下我工具包里面都有什么东西，就是我们日常安装都需要一些什么工具。今天我就把它一一的拿出来摆在这里，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往出拿。首先亮相的是一款冲击钻，这是一款轻型的冲击钻，这是木田的，这个600多块钱，放在这儿。然后我们装洁具要用的角磨机，装晾衣架也要用。这个日常的话，这个安装师傅必备的东西，角磨机。这是一把插电的手电钻，就是我们装洁具啊，像瓷砖打孔呀，用玻璃钻头呀，都用得到。这是一个博士的，然后它带着一个冲击档，这个档可以调节冲击的，这个挺实用的。这是第3件，这就是说我们的大工具。这个手电钻，经常看视频的师傅都知道。这是一个充电的手电钻，这是一个20公分长的劈头，这是第4件。然后这有一个水平仪，这个是个2线的水平仪，这是个绿光的水平仪。这个我们装预防、挂画、装灯都用得到。大件的工具就这么多。这也是花钱最多的，剩下的都是一些小工具了。然后我们看看都有些什么小工具。这都必备的电源线，这个必须得有。这个是玻璃胶枪，装洁具用的。剩下的就是一些小工具了。这是一个水泵钳，这个装洁具的时候，这个应用的场景其实也特别多。有时候用它拔钉子，有时候用它拆那个木箱子，我们装洁具啊、灯具啊，个木架、木箱子，用这个可以拆，因为它的口可以扩大，可以缩小。这个应用的场景特别多，这是我必备的工具。还有这个小锤，这个锤是10块钱一把，迷你小锤子。装洁具、装灯具都用得到。然后就是螺丝刀，一字形的和10字形的，这2把必备的，这是大的。然后还有2个小的，这小的。今天把它全摆在这儿，看大家看得清清楚。还有一个就是这是一个吸盘，这是一个吸盘。一会儿得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吸盘的吸力有多大。这个我们装洁具啦，反正也在很多场景都用得到。装洁具把它吸在墙上，先放这儿。然后这是一个开孔器，这是一个木工用的开孔器，就是我们装浴室柜需要打孔的话，就用这个。然后还有这些钻头，这些钻头的话有，现在我包里最大的有16的、14的、12的、10个的、8个的，这是7个的，这是6个的。我包里的冲击钻头就是最大的这个冲击钻。最大的这个冲击钻用的就是这些钻头，就这样用。这是钻头，尺子吧，大家必须都得有。然后看一些小工具，像这个扳手，这是个17、19的。17、19的我们有时候装灯的话用得到。
有的灯它就是那个比较大的螺母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12、14的开口扳手，这个装灯也用得到。还有就是一个8个、10个的，这个装节具的话用的也多，装灯用的也多，就是3个开口扳手。然后就是我们日常用的这个拨线的钳子，就这个拨线钳。我这边也有一个新的，像这个就是拨线钳。装灯、装节具都是必备的东西。然后还有我们的尖嘴钳，装插座呀什么的，扭线。然后我这把钳子是我最得意的一把，看起来它比较单薄，但是这个解钢丝的话，那就是嘎嘣脆。我包里还有一个迷你的小螺丝刀，这个很少用得到，但是有一些比较狭窄的地方还必须得用它。这个翻过来就是一个平头的，这边是一个十字头的，把它也放在这儿。还有这个，这是一个玻璃开口器，就像我们打那个瓷砖，一般用这个大的，这是个35的。这个35的是哪里用？35的就是我们有时候，石英石台面或者大理石台面，我们装水龙头的时候它没有开孔，我们就用这个开孔。这是3.5的。然后就是这个工具，就是我们的卫浴扳手。我们买这个扳手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，它的最大开口尺寸是45的，也就是4.5公分的，就是我们正常按节具的话完全够用。有时候大家不清楚的话，可能会买到那个迷你的，价格10几块钱买了一个迷你的，那个特别小，没用。然后这个呢是一个烟垫笔，这是一个烟垫笔，这个垫笔其实也挺好用的。平时我都是用这种的，类似这种的。还有就是这种记号笔，这种记号笔呢，其实就是小孩画画用的。像我姑娘我给她买的时候就买这么2盒，颜色重的我拿走我用，一些彩色的给她留着画画。就是这种的记号笔，在用的时候呢，这个芯短的话，我们可以这样把它拔出来，拉出来，拉长一点，然后我们去画孔。用完了，当然把它塞进去，这个价格也不贵，比较实用吧。这个刀子的话是必不可少的，其次就是一些辅料，像这个生料带，还有这个胶布，就是缠电线用的胶布。我习惯用这个九头鸟的，我感觉现在市面上的胶布应该算一款非常好的胶布，虽然价格贵点，但是它好用。生料带就是这种的，